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叫惠姑娘，是个妓女，一出场就显得和其他女人不太一样。她来买雪花膏，被大家嘲讽，惠姑娘也不示弱。难怪人家说乡下女人不识货，拿块脚布当脸。你劈竹子不要带到笋呐！我们乡下女人再不识货，好歹也只抱自己的老公睡觉，不像有的女人天天换男人，不行。今天晚上我就换你家男人试试。两人至此结下了梁子。之后惠姑娘来女人这买河蚌，女人不卖，惠姑娘没有生气，反而给了她一块大洋。谁知女人直接丢了出来，说我嫌脏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被一群日本人追着跑，不一会儿她就被抓住了。女孩拼命挣扎，可是怎么挣得脱？所有人看在眼里，但没人敢上去阻拦，生怕惹火烧身。这时惠姑娘走了过去，拦下了他们。就是想高兴高兴嘛，我会好好伺候你，走吧。后来惠姑娘听说女人的老公死了，为了给她凑安葬费，惠姑娘特意赶来，留下了一枚戒指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干净的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女人刚没了老公，女儿又被日本人盯上了。日本人找到了女人，逼问她的女儿在哪儿。女人不肯说，被严刑逼供。惠姑娘知道后，马上赶了过来，一把拦下了女人的女儿，让她躲着别动，自己却走了出去。夫君，哎呦，怎么了呀？这是干嘛发这么大的躁呀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再气坏了身子啊！那船上的丫头又脏又心气的，什么好？你不就是想玩玩吗？陪你玩玩。惠姑娘终于被大家接纳了，她动容地说：“我得了脏病，反正也活不长，我就想，与其让那些畜生糟蹋好人家的姑娘媳妇儿，倒不如让我去，我把脏病过给他，让那些畜生一个一个都不得好死。只是我身子糟了，心不糟。”这个正在插鱼的女人叫水琴娘，一个乡下女人，为人豪爽直率，喜欢开玩笑，让她全身从头到脚抹得香香的，晚上同家大哥一个都不到她的手。怼起人来也很厉害。他来惹我呢，来惹我老娘我连根拔。她看似是个不起眼的乡下女人，但有时候却比男人都要勇敢。这天水琴娘正请邻里们吃饭，突然闯进来两个人，他们是新四军，受到日本人追捕，逃到了这里，其中一人还身受重伤，怎么办？见死不救不合适，窝藏他们可能会被牵连。正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水琴娘第一个站了出来，将他们藏在了草堆之中。日本人果然追到了这里，看到地上的血迹，所有人都慌了。就在这时，水琴娘悄悄拿起剪刀，剪破了自己的手指，这才瞒过了日本人。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第二天，那个受伤的新四军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，水琴娘的丈夫也被一并抓走，他和几个新四军被一起吊死在了城门上。所有人都来了，眼含泪光。日本人说，只要他们各自把尸体领回去，之前所有事情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个圈套，日本人已经架好了枪，只要有人走出来就会被乱枪打死。但即便知道这是个陷阱，水琴娘还是走了出来。其他人受到他的鼓舞，也都自发地往前走去。果然，日本人被吓跑了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胜利。没了丈夫，水琴娘家里的日子越发贫苦。为了养家糊口，她一个人做几份工，不在乎活脏活累，即使是为死人看守灵堂、洗脸更衣，她也没有半分犹豫。然而，厄运再一次降临在这个不幸的家庭。她10岁的儿子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懂事的孩子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，天没亮就赶路去上班，却被日本人打死。
看到家人一个个被日本人迫害，水琴娘终于下定决心加入新四军。她召集了一群娘子军，计划烧掉日本人围在城外的竹篱笆，好让外面的新四军顺利潜入。第二天，水琴娘打头阵，假装卖菜，降低守卫们的警戒，然后趁其不备，和新四军一起杀死了2个日本人。最后，她将日本国旗扯下，撕碎，踩在了脚底下。当晚，所有人齐心协力，成功烧毁了日本人建造竹篱笆的路线。以水琴娘为首的娘子军们更是冲在前面，不会打枪就用手榴弹，不会掩藏就用身体挡。虽然看似莽撞，但他们却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不屈，用鲜血书写着胜利。她是近几年来最受瞩目的女演员，年纪轻轻就拿下了金马影后。率真、鬼马、灵动是她的关键词，她就是周冬雨。很多人知道她是《山楂树之恋》里的清纯女孩，或者是《少年的你》里的叛逆少女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曾演过这个角色，一个戏子。偏偏丈夫还是个汉奸，为了迎合日本人，丈夫让她去给日本人跳舞卖笑，任由他们揩油。即便有万般不愿，但奈何自己只是个戏子，说不上话，只能任人宰割。可即便是身处这样的绝境，她也有自己心中的正义。当知道丈夫想要抢走水琴娘的女儿，她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通知了其他人。当知道灰姑娘被抓，即将被送去当慰安妇，也是她主动站了出来，以丈夫的名义拦下了押送的士兵，成功救下了灰姑娘。灰姑娘劝她跟他们一起离开，但她却拒绝了。灰姑娘问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她只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我晓得该怎么做。”没想到第二天，她就穿着戏服投河自尽了。原来她从没想过要活下去，她的心早在被丈夫送给日本人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这是2018年上映的电影《那些女人》，里面大咖云集，涵盖了大半个影视圈的女明星。有人说，这是华语影坛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部电影里看到这么多名演员。尽管因为篇幅有限，有些演员只有几句台词，3、2个镜头，但即便是这样，他们也都展现出了超凡的演技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电影里的所有演员都是零片酬一演，只为心中那份对这些乱世红颜的敬佩和内心从未熄灭的爱国情怀。正如导演所说的那样，他有风情万种的小城旧事，也有硝烟纷飞下的感人至深的乱世情，更是谱写一代女人史诗的传奇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